嗨，大家好，欢迎来到闲话的塔罗时间。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这让我制作影片更有动力。也希望我的影片多多少少能帮助到大家。那现在要来介绍这次的题目：一个月后，别人羡慕我什么事情？我的幸运物是什么？神明给我的提醒。没有时间限制，何时观赏影片都能测试。请大家在心中静静冥想问题，选择你喜欢的内容观赏。这里有1蝴蝶卡、2帆船卡、3康乃馨卡，共3个选项。不要花太多时间思考，请以直觉选择，挑自己喜欢的选项。如果听了我的解牌内容，觉得完全不符合自己的情形，请重新选择，不要强行套入自己的情况哦。解牌前先说一下本次所用的卡牌如下：第一是自制的图像卡，工作选项之用；第二是意大利圣甲虫公司兴隆神谕卡 Star Dragons Oracle Card；第三，美国游戏公司所出品的幸运和疗愈的吉祥符号神谕卡；第四是意大利圣甲虫公司之权杖塔罗；第五是美国游戏公司所出品的中华塔罗牌；第六是赫氏书屋智慧神谕卡；第七，美国游戏公司之一品塔罗之耀眼非凡的创作，又名缥缈幻境塔罗牌。嗨，第一组的朋友，你指引卡是抽到蝴蝶卡。蝴蝶除了象征蜕变和重生，也象征忠贞的爱。因为科学家研究蝴蝶，它们是一夫一妻制的。在这里，我们不讨论蝴蝶它一夫一妻制的原因，只是蝴蝶的行为会让人类体会到忠贞不渝的爱情，令人动容。而蝴蝶因为生命短暂，稍纵即逝，却能羽化重生，也有虚幻又带点凄美的感觉，就像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结局有点虐，也有点悲情，就像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翻版。但是现在蝴蝶的意义大多是指好的方面，是指爱情的忠贞。所以我当时在画卡牌的时候，就画了一对颜色纹路都很相似的蝴蝶，而不是只有画一只蝴蝶哦。那这组的朋友，你会选择蝴蝶卡，除了你正在经历人生的蜕变期，从小到大，你对感情是非常渴望。小时候需要亲情时，亲情却不是非常美满。有些人很早就独立在外，求学或就业等原因而独立。有些人从小善于察言观色，长大社交能力不错，但是你想要的情感需求仍然强烈存在，该由友情、爱情来填补。你的朋友看似很多，知心的却没几个，有的人甚至对爱情就更加渴望。但是你要小心，容易把爱情过度美化了，增加很多幻想进去，希望能有很多浪漫情节或是刻骨铭心的爱情。在这花花世界中，你要小心被花心的蝴蝶所迷惑，被欺骗哦。这组朋友小时候可能不太会打扮，或是家长及环境不容许穿着喜欢的衣服，对自己的外貌不是很有自信。长大之后，女大或是男大18变，丑小鸭变天鹅，善于打扮，更加重视外表。自然，你也会要求你的对象要有点品味，虽然不至于每天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但是不管男女，都会去关心流行穿着，会让你喜欢的对象长相也至少要中上的人。你也不喜欢相亲，亲戚朋友介绍对象，这种老掉牙的认识方式，希望可以邂逅命中注定的人，谈一场不会太平凡的恋爱。你的心思很多都是放在爱情方面的哦。
现在我们来看你另一张指引卡，是抽到兴隆神谕卡的增加牌中第3号灵感牌 Inspiration。 在解牌前，我们先来看这张牌，它在龙的身上有画护法座，看一下就是指这个护法座它是位在狮子座和牧夫座之间，北面呢是猎犬座和大熊座，那南面是侍女座。星座内的星团都没有亮于3等的恒星，平常你肉眼观看显得不太引人注意。其中最亮的3颗星阿尔法、贝塔、伽马所组成的直角三角形结构，由于后法座是处于银河系北极方向，河外星系不会受到银河系平面星际物质的遮掩，所以当你利用天文望远镜在后法座的天际，是可以观察到大量壮观的深空天体，包括处女座星团和后法座星团等。而后法座的神话故事就是古代席兰尼的公主贝勒尼基2世，也就是埃及法老托勒密3世的王后。大概在公元前243年的时候，托勒密3世远征叙利亚，王后就向神祈祷她的丈夫可以平安归来。她把头发剪下来奉献在女神阿佛罗狄特的神庙，这也有人翻译成阿弗罗代蒂。当然这是希腊语，是希腊神话中代表爱情、美丽与性爱的女神。那回到这个故事，传说到了第2天，她的头发不见了。宫廷里的人说王后的头发被女神送到了天上，所以就变成了后法座了。之所以要介绍后法座，除了星宿是本套神谕卡的特色，星星在塔罗占卜中本来就是象征希望、神秘学跟灵感。这组朋友，当你想要运用你的灵感时，你将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灵感。但是如果没有把每个灵感串联起来或去实行，单一个灵感就让人容易忽略。就像后法座，它所包含的星星很多，但是每个单独的恒星来看却又太过暗淡了。所以你善用你的灵感，你的指导灵会给你指引，告诉你如何去运用，如何串联那些灵感去实行你的计划。另外，后法座故事中的王后，她所供奉的头发的神殿，也是希腊神话故事中的爱情和美丽女神。所以这组朋友，你也很有美感，不限于打扮，对艺术、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等等都有欣赏能力，还有创作能力。你的灵感结合其中，会表现得更好哦。那我们介绍完这2张指引卡，以下就来看塔罗牌。我们分成现况，还有1个月后的发展来看。在解释卡牌之前，我要先介绍这组意大利圣甲虫公司出品的全象塔罗牌的牌卡非常特别哦。牌卡的2面都是有图案的，和市面上的塔罗牌不同，大部分都只有1面，就是正面的72张图，背面是统一的花色。因为这副塔罗牌的特殊设计，我抽牌的时候都会闭着眼睛抽，避免看到图案。那要如何分辨这哪一面是正面，哪一面又是反面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牌卡，它的右下角或者是左下角会有一个小箭头，如果小箭头是在右下角，就是正面；如果小箭头在左下角，就是反面。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你的现况抽到了哪2张牌呢？你的现况是抽到权杖女王，反面哦，还有宝剑10，反面哦。这组朋友，先来说说平常的你。
平常的你就像权杖女王转来正面的时候，来看一下权杖女王正面的图案。拿着权杖的美丽女王很有自信，对人热情大方。不管你本来是什么星座的人，表现在外就是热情大方。不管你是天生有亲和力，或是后天练习社交活动，都让人觉得和你聊天没什么压力，有时也能找你聊聊心事。你也很多朋友，大家都觉得你很可靠，大都是众人瞩目的焦点。在事业上，你也都能处理得很好，对自己很有自信。在爱情上，你也是充满魅力，让不少人对你为之倾心。但是最近的你发生什么事情了呢？为什么要把你的宝座往后转，把椅子当作你的屏障，与大家隔绝了呢？来看看这个椅子，远看有点像蛇或是虫爬满了椅子，但是你仔细一看，这个是树根、盘根错节。这组朋友啊，你最近的情绪有点失控了，为了无法解决的问题，内心很纠结。不管你是课业、工作、爱情或生活，总有困扰着你的部分。有些问题没有办法独自解决，却因为好面子，又加上对自己过度自信，不想求人帮忙，内心焦虑、烦躁，不知该如何是好。别人给你意见，因为你有自己的考量，也不想采用他人的意见。有的人还会因为嫉妒别人，抱怨别人，在别人眼中，此时你看来很任性，和平常自信大方的样子不太一样了。那现在来看另外一张牌，你抽到宝剑10的反面，一个男人赤裸上半身坐在旁边的石头上，看着地上被插满10支宝剑的空盔甲，背景的天空上的太阳却被遮住，发生了日全食。这张牌如果是在正面的时候，是一个男人穿着盔甲，全身插满10支宝剑，身上的铠甲映照着温暖的太阳光。这组朋友你会抽到这张牌，表示你之前经历了让你很痛苦的事情，不管是经历别人对你的冷嘲热讽，遭人背叛，或是你因为健康的问题，或者工作、爱情上的失败，都让你很痛苦。就像身上插满了10支宝剑一样，锥心之痛。我看了这张牌，多少可以体会你的痛苦。但是目前你仍然没有走出，就像牌中坐在旁边的男人，不想要面对。你希望那些很惨的事情是发生在别人的身上，不是你的身上。可是你不要忘记，自己还是在战场上。当你离开你的铠甲，或是再穿回那个已经被宝剑弄得满目疮痍的铠甲，你就要失去保护力了。你现在只是暂时脱离险境，你背后的战场还没有结束哦。天空还有着日全食，所有的苦痛还没完全结束。不要只有觉得你自己很惨，因为世界上其实还有更惨的人。你只要能够撑过这一个人生低谷，你的坏日子就会结束了。那我们来看看你之后的情况是什么呢？你抽到权杖7的反面，钱币6的反面，钱币8的反面，恋人牌正面。这组朋友这个月你会发生很多事情，一开始运势仍然不太顺，爱情和课业或工作上都会出现竞争者，而且对手很强，让你感觉有快输掉的危险。你原本的优势都被忽略，自己感觉没有胜算，丧失了战斗意识，而且你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遭到很多不合理的对待。爱情方面有伴侣的人，对方这阵子会比你强势，当然这也因为你这阵子居于弱势，此消彼长。对于没有伴侣却有暗恋对象的朋友，这阵子你的情敌很强，你的对象
对你与另外一个人没有公平的机会，对另外一个人比较好，在工作方面你一直很努力的事情却徒劳无功，遭到不合理的对待，或者是给予不好的评价，让你很无奈。而在这个月的期间，你内心明明很想要认真在工作上，偏偏就有太多事情要做了，不管生活或者是工作，都要你去处理。突发状况太多，时间不够，忙忙乱乱的，不是错过截止日，就是之前熬夜赶工出来的结果，错误百出，或是被主管否定，让你要花更多时间去补救，甚至徒劳无功。那看到目前为止，你一定会想，我这几个题目不是1个月后得到别人羡慕的事情是什么？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出现好的牌呢？那告诉你的正向的事情要来了，就是从看影片之后的1个月后，你在爱情方面会有进展，这也是这组朋友非常想要。如果你没有伴侣，这个月或者是1个月后，你会遇到外表很好、充满魅力的人吸引着你，或是你之前就认识这样的人，只是你们认识不深，后来因缘巧合之下，你们彼此认识更深了。你对他不只是心里的爱慕，还有想要激情的欲望。这个对象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人。虽然牌卡没有显示你和这人的缘分会多深多久，最后能在一起到什么程度，但是这个人对你很好，你会感到愉悦和幸福。有的人还会与这个对象有肉体关系，你和这人光是走在一起就羡煞旁人，别人对你羡慕不已。这种愉悦的心情也会帮助你在课业、工作上能专注的去工作，去面对不同的工作伙伴和客户出的难题，你又能恢复以往的自信和热情，心情也会好多了。为了让自己能持续的好运，吉祥物卡你抽到第35号牌 Hopi Hand。The sacred hand of spiritual power and healing is waving over you now。意思就是精神力量和治疗的圣手正在向你招呼。这就是霍皮族的手。霍皮族有几个独特的符号，在西南本土部落中独树一帜。霍皮人的手是一个包含神圣的螺旋和其他代表神圣几何的符号。这幅宇宙能量的图画既代表着精神力量，也代表着治疗能量。神圣的螺旋是向内旅行的普遍象征，坐落在霍皮人的手掌中。掌心代表一个与心脏相连的治疗门户。这个讯息也预示着你个人疗愈能力的进步，它可能是与疗愈他人内心，或者透过双手的疗愈练习。外圈代表着外部的世界，当你走在这条路上时，你可以反思你现在的时间位置。内圈开始将注意力向内引向的感觉，思想和经验的内部景观。螺旋的中心是真正的自我，位于中心的东西可以帮助你做出关于疗愈和你的精神命运的决定。这组朋友现阶段很需要疗愈自己的内心，你可以透过专业心理咨商师或者是疗愈师，或是靠自己学习冥想，放松自己的焦虑紧绷的内心。当然，越是忙乱慌张的时候，更需要稍微放松一下，内心才不会一片空白。事情更是做不下去，把牌卡中霍皮族的螺旋符号反复的在你手中，用另外一只手指画圈，除了感受一下神圣的力量，你的心灵也能稍微放松片刻，减低紧张感哦。那神明给你的提醒是什么呢？这组朋友，你抽到智慧神谕卡第31号牌 Why。
这组朋友，当你开始在脑中思考你为什么会遇到人生这些痛苦，在你思考的过程中，你也会想着如何去解决，去采取行动时，你的人生因为思考而有了变化，而是往好的方向去变化。当你从人生经历中向上天发问，寻找答案时，那就是你渐渐发觉自己与众不同。神明要提醒你，人生遭遇的挑战和挫折，不是单纯在折磨你，是要你去寻找其中背后的原因。如果你是感情上遭人背叛、劈腿、分手，神明要提醒你，事出必有因，不是因为你个人不好，而是你可能都喜欢错误的人。那些人一定有一些共通点，是你之前忽略或者是漠视的缺点，但是那正是造成你没遇到正确人的原因。课业和工作方面，如果你遭遇挫折和失败，除了对手太强，另外一方面是不是自己准备不够，或是制定计划时方向走偏了，导致花太多时间，或是里面有很多错误，甚至埋没了你原本的优点。另外，你往更高一层去思考，那些挫败也是开启你发掘灵性天赋。人生在低谷的时候，反而会思考很多平常想不到的事情，直觉力和感受力更加强化，你的灵性和灵感无形中也能提升。回头看看你抽到的新农神谕卡，灵感是你的强项，毕竟生活和工作能力是可以靠一般练习就得到，但是灵感的灵性能量是因为天赋，不是一般人都能随便习得的，这也是别人羡慕你的原因哦。最后我要说，这组朋友，如果你有看我之前的影片，下集未来1个月将迎接什么好的转变，上天给你的建议是什么？选这组的朋友啊，你有很多人也是会选那一组的紫色蝴蝶选项。你回去再看那个影片，你会发现那天的牌啊和今天的牌有一些是重复的哦。好，那今天第一组的朋友解牌就到这里结束咯。喜欢的话，请按赞、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拜拜。嗨，第二组的朋友，指引卡抽到帆船卡。帆船象征自由和勇气。即使科学进步的时代，已经很多游艇、游轮、舰艇等动力船只的出现，帆船还是有很多爱好者喜欢。在大海上，随着风自由行驶。就像动漫《航海王》里面鲁夫和其他人物所用的帆船，每一艘都很有特色，也很华丽。而帆船是靠自己去操作的，有着人定胜天的感觉，和鲁夫靠着自己意志力去赢得各场战役很像。而帆船这种不用动力的船，却必须等待风，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又带点运气成分在内，增添航海的危险和神秘，这也是航海的浪漫啊。而我在画这张帆船卡的时候，帆船是在宁静又规律的海浪中航行，背景的天空不是艳阳高照的中午时分，而是闪耀着黄昏的美丽祥和。选择这张卡的朋友，你充满着勇气，也喜欢自由，四处往外跑，或是尝试一些新东西。很多时候啊，没有人找你，你也会自己一个人跑出去四处逛逛，去看一些新奇有趣的东西。再加上网，也会去找一些特别又有趣的书、影片或者是文章来看。在学校也会参加很多社团活动，不怕忙碌，也不怕刺激和危险，但是就是怕无聊。你的脑中常有很多有趣的点子等着要去实行，是属于闲不下来的人。你很喜欢航行在这未知的世界，四处探索，但是你很难在某一个地点待很久，属于四处漂泊类型的。不管是爱情或课业或工作，你想要新鲜感和挑战，
当然也不是一辈子都四处漂泊，而是你内心的那一艘帆船，必须等到你厌倦那样的大千世界的时候，就是当你遇到对的人，找到让你产生归属感的地方，你就会在某一天真正的停泊靠岸，而不再往大海四处航行。而当你真正的想要靠岸了，即使你再次出航，也不会远行。总而言之，你就是属于行动派的人。那现在我们来看看你另外一张的指引卡，是兴隆神谕卡第11号牌 Invention Burning with Passion， 创新，燃烧热情。在解牌前，我们先来看这张牌。在龙的身上啊，有画着半人半马座。这只龙也是上半身是龙的头，下半身是马的身体。那它上面画着这个半人马座，半人马座是一个巨大的明亮星座，它是拥有2颗一等大星，半人马座的阿尔法星和半人马座的贝塔星。半人马座区域内的各种星体，星星之间连接起来是很像半人半马的神兽，但是这和长相也是人马合体的射手座是不同的哦，所以它称为半人马座。在希腊神话中，半人马是一种奔跑迅速、武艺高强的生物，形象很可怕，举止又很粗鲁、好色、贪杯。但是他们当中也是有例外的，例如半人马的卡戎，以及他有着和善和智慧的著称。卡戎是天神宙斯的父亲克罗诺斯与宁芙生下的孩子，他是半人半马的神。他从阿波罗及月神阿特密斯那儿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技能。卡戎相当聪明，并将他所学的知识及技能教导给许多他的学生，其中包括了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特洛伊战争的英雄阿基里斯、天医阿斯克勒庇厄斯，以及其他英雄和那些天神的子女们。他的天性相当善良及充满着智慧，不像其他半人马般凶残。卡戎原本他是不死之身的，但最后却仍旧死去，是因为大力士赫拉克勒斯正和人马族争斗。当时赫拉克勒斯的朋友半人马波洛斯拿了族里珍藏的美酒要给好友享用，却引发其他半人马不满。卡戎因为生性爱好和平，便退出争执的地方，在混乱中误踩了赫拉克勒斯在先前射杀9头蛇时沾了毒血的箭，不幸身中剧毒，倒地不起。慌张的波洛斯捡起剑，划伤了手，不久也一同去世了。由于无药可救，却又痛苦万分的克戎，便把不死之身传给了普罗米修斯，这位盗取天火给人类的神，之后也死去了。宙斯知道这件事之后非常伤心，就将卡戎升上星空，成为半人马座。那之所以要介绍半人马座，除了星宿是这套神谕卡的特色，星星在塔罗占卜中就是象征着希望、神秘学和能量。这组朋友，你很聪明，也很喜欢学习和研究新事物，对于很多事情，你都有着很强的求知欲望，也充满了创造力，内心常有满满的热情，就像半人马一样，大都是行动派的，很多都能发挥你的新知识，持续发展更多新发明或是新发现。那我们介绍完这2张指引卡，以下就来看塔罗牌。我们分成现况和1个月后来看。在解释牌卡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组塔罗牌是古代风，是走水墨画风的，牌卡里面都有写着中文哦。有时会有神明或者是历史故事。
画风非常生动有趣。那我们现在来看你近况抽到了什么？你抽到了权杖10的逆位，恋人牌的正位。它的中文分别是写着10丈魔影，还有和合二仙。这组朋友你这阵子压力很大，家庭或课业或是工作压力。如果你是有伴侣的人，也有伴侣给你的压力哦，或是分手的痛苦。单身的人呢，则有找对象的压力，因为你是不喜欢受拘束的人，一旦被人逼迫限制，你就会想要逃跑。但是很多事情你也知道，逃跑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例如家庭、课业、工作、伴侣的责任，那是不能逃避的。但是却很痛苦，你觉得内心已经濒临到极限了，很想要一走了之。你很想念回去大海航行的帆船自由，不喜欢被道德伦理和课业或者是工作的责任绑住，内心觉得很累。所幸这组朋友，如果你是有伴侣的人，虽然伴侣多少会给你压力，但是他们大都能够给予你体贴和关怀，让你可以减少其他方面的心理压力。你有他们的慰藉，会觉得开心。如果你没有伴侣呢，最近会遇到不错的对象，或者是和以前不熟的人，因为缘分发展成为想要继续下去的关系。这样的人是你以前很想要却很难遇到的对象，虽然对方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人，和你的个性也不相同，但是你就是有好感，聊天也很愉快，不知不觉就想要持续这段关系。在课业、工作方面，也会遇到可以聊得来的同事、客户或朋友，相处愉快，工作也算顺利。看起来这组朋友的近况是渐渐好转咯。来看你之后的情况，你抽到月亮牌的正位、权杖3的正位、力量牌逆位、魔术师的逆位。牌的中文分别写的是嫦娥奔月、3丈雄姿、武松打虎、魔术师。这组朋友，你这个月刚开始的时候，被之前压力压得喘不过气，影响到你对其他事物清楚的判断力。课业和工作有很多事情，你一时找不到解决办法，也看不清别人内心在想什么，让你更加心慌。有伴侣的人，对于你的伴侣也是疑神疑鬼的，觉得对方瞒着你什么事呢？对于没有对象的人，则是对于你暗恋的对象或是接近你的对象，都抱持着怀疑的态度，觉得大家没有你原本想的好，他们应该都对你有所隐瞒，有所企图，你自己也害怕被骗。这组朋友这阵子你在等待消息，或是等待机会。课业或工作上，你在等待成绩、绩效、订单，或者是投标结果的公布，有扩大事业或成功的机会。在感情上呢，有伴侣的人还没有结婚的话，你在等待与对方进一步的发展，肉体或者是感情上的进一步。那已经结婚的人，你在等待人生的下一步计划，买房子或是小孩的计划。没有伴侣的人呢，则是在等待恋爱的机会，或者是和喜欢的对象发展成恋人关系，有时候就只差一个告白咯。这组朋友因为之前扛太多压力了，热情被消磨掉很多，毅力不够，也没有想要继续面对那些挑战，就算遇到挑战也想着要放弃，课业或工作上精神无法集中，热情也不够了，只想尽量做些简单的事情，或是把自己分内的部分做好就好，不想要多去管别人的事。在感情上，如果你有伴侣，这阵子如果遇到冲突，也会想要放弃这段感情，内心觉得对方不会再为自己改变，自己也不用再继续了。如果你是没有伴侣的人，就会觉得自己在爱情市场上没有什么竞争力，想要直接放弃暗恋或暧昧的对象，或者不要随便再对别人动心。
那另外这组朋友最近对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干劲，优柔寡断，对自己不太有自信，并且想得比做得多。其实你是很有能力、很有创造力的人，但是因为一些现实的原因，暂时忽略自己的能力。感情上，如果是有伴侣的人，不知道要如何做才能让对方开心，只会嘴巴上说，而没有实际的行动，对方感受不到你的诚意。没有伴侣的人呢，容易遇到很会讲话的人，要小心他们的动机和背后的目的，有的可能是诈骗哦。看到目前为止，你可能会很想问，这集的题目不是1个月后得到别人羡慕的事情是什么？那为什么看到现在好像都很普通的样子呢？到底有什么值得人家羡慕的？来看一下权杖3的牌。我刚才说你最近在等消息，之后就是从你看影片的1个月后，你等待的好消息要来咯。不论你是课业、工作、感情方面，只要你之前有好好的努力，好好耕耘，并且去执行，或是考试、比赛、表演，你期待的成果会来的，那份重要的通知会到来，而且是你期待一阵子的，或者是你很认真付出过的，得到的时候会觉得很开心。在爱情方面也会是你想要的对象，或者是恋情发展，虽然不知道你期待的具体是什么，会有实现的可能。那份期待或计划实现了，别人会非常羡慕你的，但是前提是你要努力，并且好好的实行，不是只有脑中空想你的计划哦。为了让自己能更加好运，你的幸运物卡抽到了第10号圣哲门牌。Saint Germain, use the violet flame to heal and transfer your energy. 意思就是使用紫罗兰火焰来疗愈和转化你的能量。扬升大师和炼金术士圣哲曼是一位灵性的导师，他掌管着第7条光——紫罗兰火焰。在神学传统之中，它与古老的智慧、炼金术、转变和转化有关。紫罗兰火焰是第7道光，在其震动中具有极高的治疗和转化作用。通过选择和圣哲曼大师合作，你将向紫光的转化力量敞开大门。这个符号远远超出了我们在物理层面所看到和感知的东西。紫罗兰火焰是一种震动光的层次，可以净化和转化一切。现在就召唤紫罗兰火焰，冲刷你的肉体、情感体、心理和精神体。透过召唤紫罗兰火焰，你将启动疗愈的循环，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提高你的振动。每次你呼唤紫罗兰火焰的时候，都要带着对它强大的转化能力来敬畏，让它带走不和谐的能量、较低的振动、停滞不前的状态，用净化的光充满着你。召唤紫罗兰火焰冲刷你，把你想转化和疗愈的东西放入火之中。这组朋友，你是很有创造能力的人，就像炼金术士会将物品转化成新的太阳，但是如何转化成正向并且具有疗愈力的作用，你可求助于圣哲曼大师，召唤紫罗兰火焰，帮你转化并启动疗愈的循环。那神明给你的提醒是什么呢？这组朋友，你抽到的智慧神谕卡是第16号牌 OZ Guilders 闪闪发亮牌。这组朋友，当你看着别人赚很多钱，有着地位和权力，那些宝藏闪闪发光，你很羡慕他们，但是他们都戴着假面具去隐藏自己的个性、痛苦、健康和生活所换来的一切，这真的值得吗？有的人所得的钱财可能是诈骗别人所得而来的，因此住豪宅、开跑车、拥有很多物质上的好东西，
却是用别人的眼泪和血汗所换来。这样的钱，你敢用吗？你是个爱好自由、充满创造力的人，这些闪闪发光的金钱背后隐藏着很多陷阱和欺骗。真正能看透真相的，除了柯南，还有聪明的你。你想要那些东西啊，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对你而言，真正值得你去付出的，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扬帆远航去寻找那个宝藏。不是这种用欺骗、痛苦、伤害换来的钱财，而是摒除那些表面又短暂的财富虚名，发出神圣之光的长久愉悦和丰盛的幸福哦。好，那第二组的朋友，今天解牌就到这里结束。喜欢的话，请按赞、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拜拜。嗨，第三组的朋友，你的指引卡抽到康乃馨卡。康乃馨象征真情、母亲的爱、温馨的祝福、宽容、浓郁的亲情、神圣、心灵相通、真挚的思念。而红色的康乃馨呢，更有着热爱着你的意思。康乃馨一般都象征着亲情，尤其是指母亲。而康乃馨之所以成为母爱的代表，是有它典故的。在基督教故事里，当圣母玛利亚含泪看着耶稣背着十字架的时候，从圣母眼中流下的眼泪就化成了一朵一朵的康乃馨。从此之后，康乃馨就成了不朽的母爱的象征。那这组朋友的个性很温和，若你是女性的话，很有母爱、温柔，对人宽厚，也很喜欢小孩。若你是男性的话，温文儒雅，对母亲和女性也很尊重。家里如果你不是独子，很多家里都有姐姐或妹妹，或是堂姐妹、表姐妹。朋友呢，也很多女性友人。这组朋友多半都是温吞型的，做事不疾不徐，但是你很容易想太多。就像我卡片里面康乃馨画的很多，颜色很美，却有点杂乱。你也是投入一件事，或者是喜欢一个人，都要考虑再三。但是一旦你决定了，你的感情要小心不要泛滥，会太过在乎对方。如果这件事要停止，或感情应该收回的时候，你会放不下的。如果与家人、朋友、情人分离的时候，你很念旧，所以会太过感伤。而且你很有同情心，就算你没有能力做大额捐款，做非常多的好事，如果别人有难找你，你也会在能力范围之内尽量帮忙。知道别人很惨的事情，你也会同情对方。不管对方和你交情如何，是否曾经得罪过你，你都会动恻隐之心。如果你被人伤害，宁愿自己躲起来哭，大部分不会去报复那个人，除非对方不止伤害你，还有伤害你周遭的人，你才会不得不反击，是很纯净善良的人。那现在来看看你另一张指引卡，是兴隆神谕卡的第28号牌 Surrender, letting go to the darkness， 投降，让黑暗离去。解牌前，我们先来看看这张牌卡，在大精灵的头发上面呢，有画着天兔座的星座，在这里。天兔座是猎户座南边的一个星座，可能代表着猎人追逐的兔子。它连起来的时候，头上有2个耳朵，看起来很像兔子，所以呢，它叫天兔座或者是兔子座。在希腊神话中，海神波塞顿有个儿子叫做奥赖温。奥赖温长得很魁梧强壮，可是他不喜欢生活在海里面，总是喜欢到山野间攀岩捕猎。
不过毕竟是海神的儿子，所以即使在海面上，他也能行走如飞。整日陪伴他的是一条名叫西利乌斯的猎犬，它和主人一样勇猛，打猎时总是冲在最前面，遇到猛兽也总是挡在奥莱温的身前。日子久了，奥莱温经常在打猎时碰到月神，也是狩猎女神阿尔特弥斯，两人很快就互相吸引了。他们经常一起在山间漫步，无话不谈。这一切被太阳神阿波罗知道之后，非常生气。他知道阿尔特弥斯是个性格倔强的女生，劝说根本不会打动她的，所以阿波罗就想了一条很坏的毒计。有一天，奥莱温像往常一样在海面上飞行，准备上岸去捕猎。他的全身都泡在水里面，只有头部露出水面。阿波罗和阿尔特弥斯刚好从海面上飞过，阿波罗就跟阿尔特弥斯说：“妹妹，人们都说你射箭很厉害耶，今天我们来比赛吧。”阿尔特弥斯自认只有奥莱温的箭术是可以和他相比的。他没有把哥哥放在眼里，就说：“好啊，那你说要射什么呢？”阿波罗说：“你看海面上那个小黑点是一块礁石，就射它吧。”阿波罗知道妹妹的眼睛没有自己看得远，根本看不出海面上那个黑点是什么。阿尔特弥斯后来射出一支利箭，不偏不倚就正中那个小黑点。阿波罗这时候就悄悄地走了。阿尔特弥斯降落到海面上，去看看被射中的目标，可是他看到的却是头部中箭的奥莱温，静静地躺在水面上。他来不及和心上人说第一句话，他的心上人就已经气绝身亡了。最心爱的人竟然死在自己的剑下，阿尔特弥斯一下子就昏倒了。他的猎犬西利乌斯听到主人惨死的讯息，也悲痛着整夜哀嚎。别人喂食，他也不吃，没几天就随着奥莱温过世了。这幕惨剧让宙斯也唏嘘不已。他收敛了奥莱温的尸首，把他升到天上作为猎户座。他总算可以和自己的心上人月神阿尔特弥斯永远在一起了。而猎犬西利乌斯也因为自己的忠诚，赢得了宙斯的同情，被提升到了天上，继续陪伴在主人身边。这就是大犬座。那为了不使西利乌斯寂寞，宙斯还给他找了个小伙伴，也就是小犬座。宙斯知道奥莱温生前很喜欢打猎，就在他身边也放了一只小小的猎物，一只小兔子。这就是天兔座了。这就是这张牌卡的天兔座。天兔座适合观赏的时间是在1月份的时候，而且当时你能看到这个星座，那个时间是晨曦的阳光很快就要照亮大地的时候了。那之所以要介绍天兔座，除了星宿本身是这套神谕卡的特色。行星在塔罗占卜中，它本来就是象征的神秘学和能量。这组朋友，你就像兔子一样善良温柔，充满着包容力和慈悲宽容。宇宙希望你像天兔座一样，还能拥有着大智慧，因为天兔座在天上能观赏的时间很短，它就在没多久就要早晨了。等到隔天之间呢，还要经历很长的时间的黑暗，你才能再看到这个星座。这星座仍然心甘情愿地放下让它闪耀的黑色舞台，并且将自己的微微闪光交给了晨曦，表示投降之意。星月沉浮，等待黎明到来，与太阳光融合在一起，知道放下自己和内心的黑暗，去迎接光明的未来。就是躲在太阳之下仍然闪耀自在的老二哲学，也是人生的大智慧。谁说每个人都要争第一呢？当第二去衬托别人，自己没有压力，生活自在，还是不失该有的内涵，能力也不会比第一名差哦。
那我们介绍完这2张指引卡，接下来看塔罗牌，我们分成现况和之后1个月后的情况来看。在解释牌卡之前呢，可以看到这组塔罗牌叫做缥缈幻境塔罗，画面颜色偏淡，但它的图卡的边框是有烫金的，是很符合这组指引牌的花色哦。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你的情况，你抽到的是圣杯6的逆位和宝剑骑士的正位。这组朋友，你的感情丰富、温和、善良，又很有同情心。最近你对过往的人事物很念旧，舍不得割舍，对过往的事情就像往事历历在目，不忍放下。不管你的课业、工作或是感情，但是你如果一直执着于过去，不去改进自己和遗忘过去不好的事情，也不愿意放下，一直被过去捆绑，不主动积极，仍然按照以前温吞的性格，会渐渐的迷失目标，未来会让问题重蹈覆辙，一样的人事物会再次经历。但是好在后来会有个行事果断、说话快速的人出现，刺激你，让你不得不去加速自己的节奏，或是你自己受到了其他什么启发，不论是在工作或情感，你开始改变自己做事思考方式，行动敏捷，有一些事情想都不想就去实行了。不管工作或感情，都先做了再说，不适合自己的也是该断就断，不像以前要想得很久都不做决定。课业工作方面很有效率，这样的结果比你原先预期的还要好，人也比较有自信了。感情也是，如果你有伴侣，你会积极的去面对那个人，想办法和对方好好过日子。如果你是没有伴侣，有喜欢的对象的，你也比较积极的去行动，吸引对方的注意。如果没有伴侣，你还能够吸引一些对你年龄相仿、口条不错、有决断力的对象哦。那我们来看你之后的情况，你抽到权杖骑士的正位、钱币5的逆位、高塔牌的逆位跟钱币9的逆位。这组朋友这1个月你会发觉有兴趣的事情。学生呢会对新学科、新主题报告去研究，或者是去了解新的社团活动、交友领域。那在工作的人呢，也会对新计划、新工作项目、新客户产生兴趣，会认识新朋友、新对象。对方是一个很热情、直率的人，而且很有魅力，与你的个性不太一样，会让你想要去了解的人。你这阵子的辛苦呢，也要结束了。课业、工作方面，如果你有不懂或是不会做的部分，只要你求救，会有人来帮你解决。爱情方面，如果你有伴侣，你和伴侣之前吵架、冲突、冷战的情况会慢慢的解决，会渐渐和好。但是如果你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这只是暂时变好而已哦。那没有伴侣的人，对于暗恋的对象，你会发现对方有一些举动或是言语是对你有好感的。如果你也愿意呢，也可以找朋友帮忙确认那个人的心意，找人帮忙也是可行的。但是这组朋友，你之前没有处理好的事情，这阵子那样的恶果会慢慢出现。与人相处时，之前隐忍的不满，你也会渐渐讲出来。虽然所有事情不是突然一下就来到最坏大结局，但是你会察觉到不对劲。课业和工作之前没有做好的部分，小考试或小考核时候，成绩不但上不来，还会有渐渐变糟的情况，业绩也往下掉哦。感情方面，有伴侣的人，每次和对方吵架，你都会懊悔，可是之后还是会重蹈覆辙。如果你们不就问题根本去解决，之前的和好也是暂时的，无法恢复到以前最好的样子。如果你没有伴侣，对于你暗恋的对象，虽然之前你觉得对方好像喜欢你，但是后来他又会做一些让你搞不清楚他心意的事情，
让你更加摸不着头绪，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和他继续下去了。另外，这组朋友，你容易隐藏心事，课业和工作方面，你不喜欢把自己所有的困难和问题讲出来，但是有些问题你不赶快问，会得不到及时的解决。但是问题不见得消失，之后可能要用更多方法，或是花钱去解决，更加麻烦。如果你为了成功把那些问题都隐藏了，或是说谎骗人，这样的成功也不是真的成功，之后还是会被人发现问题，不止成功，或者是会被没收，还会被人家怀疑你的人品。还有工作的人啊，要小心办公室权力斗争，不要为了要得到好的职务就去依附某一个派别，在权力斗争之下，没有人是永恒都有权利的。一旦你选错边，或者是权力更迭，不论你的能力多好，都会被埋没，直接淘汰出局。所以明哲保身是比较适合你的。在爱情方面，有伴侣的人，如果你不喜欢对方，或是感情变淡了，不要为了凑合就勉强忍耐，之后的关系会更糟糕。毕竟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怎么可能忍一辈子呢？另外这是给极少数人的意见哦。你的对象要去了解他的家庭状况，看他是否有长久交往的对象，或者是他是有家庭的人。这个也可能是指你自己。那如果你或对方有这样的情况，你要审慎评估这样的关系是否有维持的必要。如果你是没有伴侣的人，你为了要吸引暗恋对象的注意和维持你的假形象，会撒一些谎。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太过于虚假了，即使对方一时爱上你，等到对方发现真相，也会没办法忍受的。那看到目前为止，你一定会想问，这集的题目不是1个月后会得到别人羡慕的事情是什么吗？为什么看到现在好像都还很普通呢？到底有什么值得人羡慕的？我们来回头看一下权杖骑士和钱币5，这是逆位的牌。我刚才说，你之后会发觉有兴趣的事情，或者是认识新的人，是很热情的人。而且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只要你求救，会有人来帮助你解决。从看影片后的1个月，你遇见的那个热情的人，是很积极且具影响力的人。工作上会给你帮助。如果是友情和爱情方面，这个人是很有魅力的对象。这人来找你，与你聊天，别人都很羡慕你。因为和这个人要有很深的交集是很难的。而且因为你自己之后也变得积极，心情自然也变好了。工作有很大的进展，旁人很羡慕你充满干劲的样子。而且因为你摆脱了之前很惨的情况，要转好运了。人一旦运气变好，做什么事情都会慢慢的变顺利，也更有自信，别人也会很羡慕你哦。为了能让自己更好运，吉祥物卡抽到第8号牌金蟾蜍牌 Money Frog。 Invite the fortune bestowed by money frog to flow into your business and home。 意思就是邀请金蟾蜍赐予的财富流入你的事业和家庭。金蟾蜍是一个积极象征和丰盛的实质吸引力。这个信物在东方的风水学中很受欢迎。风水学告诉我们要如何摆放物品，以创造最佳的正面能量流。嘴里让它含着硬币的青蛙的神话形态，据说会在满月的时候出现在房屋或者是公司的附近，作为一种信号，表明会有繁荣的气息，吸引和保护财富。金蟾蜍它也是能够抵御厄运的，特别是在金钱方面。
当你把它放置在企业的收银台或者是重要文件附近的时候，你可以邀请金蟾蜍的恩典来确保成功。金蟾蜍带着富足的讯息跳进来，而蟾蜍呢是两栖动物，既生活在陆地，也生活在水中，象征能量的流动。这个符号它的出现预示着在商业和个人财务方面的一个吉祥时刻。这个符号也与月亮的联系，有助于我们透过月相表现出来的周期。满月的光总是照射在机会和结束的时刻，让金蟾蜍发出信号，这是你增加商业机会、实现收益和重新审视个人投资的重要时刻。资金、财产和合约都可能是开放审视的主题之一。使用金蟾蜍积极收益。而这组朋友，如果你要增加你的金钱、投资运、工作运，可以在家或者是公司摆放金蟾蜍，让它咬个硬币或铜钱能招财，工作合约也会比较顺利。不用花太多钱去买金蟾蜍，也不用纯金打造，而且市面上有很多可爱又漂亮的蟾蜍设计，很适合不同年纪的人去摆放哦。那神明要给你的提醒是什么呢？这组朋友，你抽到智慧神谕卡的27号牌，交换礼物牌 Exchanging Gifts。 这组朋友，你的个性稍微温吞一点，有些事情会得过且过，我们说白话一点，就是会拖时间哦。但是如果你想要成功，就要好好的努力，努力是你交换礼物的本钱。如果你不付出努力，又如何换来想要的金钱及成功？当然，努力和成功之间并非等号，所以神明要提醒你，你拿出去交换的东西，例如你的努力、时间、健康，有时换回来的礼物可能很小，例如考试成绩和工作绩效，或者是业绩没有想象中的高分。情感部分如爱情，你付出很多，不见得别人也给你相等回报，甚至连你预期的1/10都不到。但这就像真正的交换礼物游戏一样，有时你和 A 交换出去的礼物很烂，但是你却从 B 那里得到豪华或者是你非常想要的礼物。人世间也常常如此，你将心血投入 A 计划或对 A 很好，但是结果却是 B 计划成功，或是 B 对你很好， B 比较适合你。神明要提醒你，交换礼物虽然常常会不等值，但是这个游戏其中的惊喜正是那种未知数，而且前提是你要准备礼物，也就是你要付出。你再回头去看你的兴隆神谕卡，神明要你了解天兔座，投降并让黑暗离开。再来看看这张交换礼物的牌，你是否能够明白，当你把黑暗交出去之后，换来的礼物是黎明的闪亮太阳光。虽然不是原本希望能让你在黑夜中闪闪发亮的黑色舞台，但是你却接受了这个太阳光，太阳能帮助你一起闪耀，也是达到你想要闪耀的目的。而且你还得到的太阳的帮助，这个太阳的礼物其中之一就是你之后显现的权杖骑士和好运到来哦。那第3组的朋友，今天的解牌就到这里结束了。喜欢的话，请按赞、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拜拜。